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他的特点是沉静，但是很锐利。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，听他去分享他小时候就开始有的一些困惑。掌声欢迎王小利。而且除了感就是感恩，这不用问，必须得本。大家好，小丽 ，Hello。我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看电视剧，我记得我最早看的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我很喜欢里面的女主黄蓉，她长得漂亮，武功高强，还冰雪聪明，这不就是我本人吗？我一下就带入了自己。前面的故事也很有趣，直到有一个情节，就是黄蓉求洪七公把降龙18掌传给郭靖。当时给我急坏了，我心想，干嘛传给郭靖啊？传给你自己呀！我知道你爱靖哥哥，我也爱靖哥哥，但是谈恋爱不能耽误学习啊。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小，但我也知道降龙18掌它是个好东西啊。而且人家洪七公都说了，郭靖太蠢了，教不了，你还拿吃的引诱人家教，你为难洪七公干啥？他一个要饭的。接下来的走向就越来越不对劲儿。黄蓉一直在陪着郭靖找仇人，找师傅，他好像从来没有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说黄蓉为什么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呢？我朋友说有啊，他想做的事情就是陪郭靖去做郭靖想做的事情。我说 what？ 射雕英雄传，大家不都是要当英雄吗？别人都在勤学武功，劫富济贫，你黄蓉在干嘛？组建自己的小家庭。你本来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呀，遇到郭靖之后又想有个家，早知道你不出来呀，你家还大。还有桃花，我不理解，所以就弃剧了，没再看下去。后来我隐隐约约听亲朋好友说，他和郭靖结婚了，生了几个孩子。江湖人人都得尊称一声郭夫人，只有少数反派还记得她的名字。他们说黄蓉你个妖女。现在想起来，这些反派倒挺尊重黄蓉身为女性的主体性。但黄蓉太不争气了，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。她本来姓黄，现在变成了姓郭，这不就成了第二姓了吗？黄蓉为什么不学降龙18掌啊？电视剧里说黄蓉怕郭靖武功不行，他爸反对他们在一起。你要练了降龙18掌，你爸都打不过你。你还怕他反对？当然了，郭靖武功低，还不会做饭，社交能力也不行。要是不练降龙18掌，就只能当花瓶。但是郭靖很适合当花瓶啊，又蠢又帅又善良。你们听我这么说，可能以为我把事业看得很重要，但其实不是。我觉得事业不重要，爱情也不重要，但好东西它必须得归我。我问爸妈，我说黄蓉为啥不学降龙18掌？我爸说谁许你看电视的？我问朋友，我说黄蓉为啥不学降龙18掌？我朋友说你太小了，你还不懂。我心想，我们不是一样大吗？他还把这事儿告诉了其他人，所有人都嘲笑我幼稚，居然想练降龙18掌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，我也不是想练，但是为了天下苍生，我可以练。这不叫幼稚，这叫胸怀天下。后来又追一部新剧《一帘幽梦》，当时这部剧真的非常非常的火。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分成了两派，一派是支持子玲，另外一派就是我。我真的很怕暴露自己，每次他们讨论我都不敢说话。要是有人问小丽你怎么看，我就说我还小，我看不懂。他说我们不是一样大吗？
到有一天，有个朋友偷偷摸摸的把我拉到一边，非常郑重的跟我说：“他说王小丽，我跟你说个秘密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。”我说：“什么秘密？”他说：“你昨天晚上看《一帘幽梦》了吗？那个费云凡对绿萍说，你不过是失去了一条腿，但子宁他失去了爱情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有没有可能腿比爱情重要啊？”我说：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他说：“我观察了，你从来没有骂过绿萍。”我说：“因为绿萍没有问题啊，是费云凡脑子有病，这又不是他的腿，也不是他的爱情，他就是多管闲事儿啊。绿萍也就是没有腿，绿萍要是有腿，早踹他了。绿萍应该念降龙18掌啊。”这件事情真的让我非常感动，终于有人站在我这一边了，或者说终于有人站在真理这一边了。前几年我看到网上都在吐槽《一帘幽梦》，我赶紧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，我说：“你告诉别人呢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们的时代来了。”20多年过去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终于等到所有人都发现有问题了。原来有问题不是问题，没有问题才是问题。我小时候产生这些问题，是因为我爱思考、有主见、与众不同、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，而且冰雪聪明。我知道这段有点太长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有点太多了。当我知道我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爱思考、有主见、与众不同、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，而且冰雪聪明的时候，我就好想穿越回去，告诉小时候的自己。我跟他说：“我说你好，我就是未来的你。你放心，没有结婚，但是呢，也没有工作，怎么活下来的呀？只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。”我今天来主要是跟你说2件事情。第一，要听爸妈的话，不要看电视剧，他们是真的为你好。第二，你没有问题，是电视剧有问题。你产生那些问题是因为你爱思考、有主见、与众不同、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，而且冰雪聪明。你可以念降龙18掌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丽。我跟满票，真牛，厉害！王小丽锁票通道开启。掌声再次送给小丽。小丽经过了第2轮的一些起伏，所以今天你紧张吗？特别紧张，但是我看到高寒的表演之后，真的给我松了好大一股气。对，我就觉得啊，那我就放开了演吧，连高寒这小子都还能演。很稳很稳，因为他冰雪聪明怎么着的那一串怎么说来的？我们能学一下吗？因为我爱思考、有主见、与众不同、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，而且冰雪聪明。行了，记不下来，太胖了我。第2轮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你来说有挫折感吗？完全没有，我第2轮可开心了，因为我是压着票进的，就是刚好是最低票进的。因为我以前一直隐隐约约的觉得这个世界是围着我转的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哇，太帅了！哇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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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2轮我找到了，因为小块哥的票跟我一模一样，然后把我带进去了。所以第2轮对于你来说是证明世界围绕你旋转最好的证据。对，太好了。卢豫是最早拍的。对，听到后来听得非常的感动和激动。前不久跟小帕做了个节目，当时就想到了鲍勃迪伦那歌，就是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人。
我想把那个里面的人就变成一个女性的代称，一个女孩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女人？就是我们这一路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坑可能会掉进去，但是我们最终都能够自己爬出来。我觉得最后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答案。所以刚他那一段我听了，一开始觉得特别好笑，然后最后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所以特别谢谢小丽，谢谢鲁豫老师，谢谢。他找了2个我们都非常熟知，然后非常经典的女性角色，然后呢，好像通过时间的这个时间线拉到现在，他对他们的质疑在现在这个时间终于产生了一定的反馈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巧妙的，尤其最后那个穿越回去，对，就对当时的那个小的那个自己说那番话，我会觉得那个特别感动。因为我曾经有时候会听到刘若英的那个歌，就15岁的自己，每次听到我就会特别动容，就是像那种感觉，你很想穿越回去，跟小时候自己说，你不用怕，你现在犯的错其实不是错，你就是对生命的某种积累，某种起步之前那个准备，就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的深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段呈现。首先我们要感谢小块上一轮的时候讲得非常好，但分很低，拉到了一个比较低的线以后，把这么了不起的选手给救回来了。都是我该做的。我特别喜欢他作品什么呢？就是他好像唧唧歪歪的、不讲理的讲一个套理特别正的一件事儿，这是他一贯的风格。貌似不讲理，对，但实际上特别讲道理，他讲的都是特别正的道理，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。因为就是你们看过13妹和安公子的故事吧？13妹怎么着？那个安公子明显是个废物，但这个13妹是一个女侠，长得漂亮，很飒，出身名门，一身武艺，就不离不弃的保护这个废物。然后我们虽然是男性视角，看着看着也发毛。明显是一个废物，全程都在保护他。哦，一见钟情了，是吧？没见过。我小时候也讲过，但我们那老师他说你就是喜欢讲歪理，所以后来就给我很多打击。隔了很多年，看到你就是跟我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认知过程，我还真的挺感动的。非常感谢小块，非常好。谢谢罗老师。对，而且我对小丽特别喜欢的点，她有一种她老在强调爱自己的这个特别重要的观点，是吧？刚才你说那个，因为这个世界围着他旋转，围着我转。虽然我知道这是个笑话啊，但是我就觉得哇塞，一个人仅仅是承认自个儿的优秀是多么的难。因为我刚要承认我优秀的时候，就有1万个理由告诉你，你还是有弱鸡的地方，还有缺的地方。但是你就是坚信这样，因为我存在就有价值啊。对呀，就是这样，我就相信小丽会鼓励到很多人。我们就是一个美好的存在，我们就是很优秀，我们相信我们自己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想听一听苗苗老师。我也感受到小丽姐的表演状态是一种平静的感觉，就是我可以平静的存在，我也可以就是不论我外表是什么样子，我内心非常踏实，然后我觉得这方面是特别让人羡慕的。小丽老师是我的精神图腾。谢谢聊聊老师，谢谢小丽给我们带来的这段精彩的表演。小丽她并不是鼓励自己做到这样的，她就是这样生活的。小丽在精神世界就是活在我的梦里，就是敢于承认我就是优秀的。我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不管从双向奔赴来说，我都是最优秀的那个人。爱她。小丽姐那个太震撼我了，她一说完，我马上我就头皮感觉像被电了一下一样。然后我说不出来那样的话，但是我觉得她是向上看的，我一般都会向下看。我虽然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，但是好的事情肯定不会轮到我，这个世界总会刁难我的。哦，谢谢小丽姐，她能告诉我能这么想事情。其实小丽姐上台之前，我状态是非常糟糕的，但是小丽姐姐上台讲的那一切，我都是站起来鼓掌的。我好想成为这样的人。她和自己是自己人，我感觉我和我自己还是个外人，我还在霸凌我自己，这太牛了！谁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只有王小利。当一个人对自己有极大的笃定和爱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这样认为。下面要和小丽对战的这位朋友，也是大家的老朋友，他对生命就充满着好奇，对小朋友的世界也充满着好奇。掌声欢迎菜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
我是菜菜，Hello Hello。我很喜欢看小朋友过家家的时候模仿大人，很有意思。就前段时间我去一个亲戚家串门嘛，遇到2个6、7岁的小朋友，一个小男孩，一个小女孩。那个男孩就坐在沙发上假装开车，那女孩往副驾上一坐，男孩就说：“走了，去北京同仁治不孕不育喽。”为什么？我觉得特别可爱，因为只有没有经过社会规训的男人，才能把不孕不育说得这么骄傲。而且大家知道，就平时走亲戚是非常无聊的嘛，但我那天一点都不无聊，因为我就在猜啊，这2个小朋友，他们模仿的是哪家亲戚啊？虽然我觉得小朋友可爱啊，但我自己特别害怕生小孩。我有一次在咖啡厅嘛，就看到一对父子，那个爸爸就戴着耳机在那办公，然后他就把自己的手机给小孩玩，然后小孩就开始就是那个外放手机，就用外放的手机看那个电影解说嘛。解说的开头是这样的：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18禁。我当时想提醒一下他爸，但我又犹豫了一下，因为我也想听。这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小孩一刷就刷到了这个视频？是不是他爸爸平时不工作的时候，虽然闲着，但也没闲着？解说接下来是这样的啊，这个女孩叫小美，为了改善生活，她每天去当国体模特。我没改词啊，解说说的就是国体。我觉得还是得提醒一下家长，但我刚想提醒他，这个小孩就拍了拍他爸爸的手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什么是国体？”他爸耳机都没摘，说：“什么是锅贴？锅贴就是肉外面包了一层皮。”我心想，这不就是国体吗？这就是我为什么害怕生小孩，我怕孩子看我的手机。因为小孩确实是很容易受成长的环境影响的嘛。就比如说我爸妈的工作，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。就小时候我爸是当兽医的，然后我妈呢是搞计划生育的。我爸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接生牛马，我妈也是。而且我爸妈每天下班后就会跟彼此交流一天的工作嘛。我妈就会说：“哎，超生了一个。”我爸就会说：“操，生了一窝。”就爸妈的工作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啊！就我小时候读那个安徒生的小美人鱼嘛，就小美人鱼的妈妈生了6个小孩，然后我就很困惑，我就想说，那美人鱼她到底算是人还是算是鱼？就如果她是6条鱼，那就应该由我爸来接生；但如果她是人，那她就超生了5条人。但虽然我爸妈做的都是生育相关的工作，但我几乎就没有接受过生理教育。而且我发育的比较早嘛，就是别的女生还没有开始来月经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长胡子了。放心啊，今天刮了。除了长胡子，我还长腿毛，然后我的背上也长毛。就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就会嘲笑我，他说你毛这么多，你是个男的。然后我就回家跟我妈说了嘛，我妈就跟我说，她说不是体毛旺盛就是男的。你体毛旺盛有可能是因为你属猴。就因为没有接受过生理教育嘛，我就只会从最表面的特征来区分男女。就我小的时候，我是我们村同龄人里面唯一一个有正版芭比娃娃的。你们，我以为上海的观众见过世面。是这样的，其他小朋友有的只是那种2块钱一个的山寨芭比，就那个质量特别差。有一次我发小不小心把他芭比的胸摁下去，就变成2个坑，弹不起来了。哎，我当时就觉得我的芭比也是全村最高贵的公主，我甚至花了自己的压岁钱去买了个10个那种山寨芭比，给我的芭比当仆人。我现在觉得芭比很高贵啊，我觉得我的芭比很高贵，但是我又经常听大人说，就是一个女人她还是得结婚嘛，我就特别想给我的芭比找一个老公。但我当时其实知道芭比她有男朋友叫肯，对吧？但我爸妈不给我买，肯就变成了不肯。所以我最后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我从那10个山寨芭比里面随机抽了一个，把她的头发给剃了。
选了一些剪短，贴在了他的人中上，再给他剪了背心和裤衩，最后再把他的胸摁了下去。我就让他和我的芭比结婚，也算是给洋人包办过婚姻了。但虽然他们一个是山寨的，一个是正版的，确实有点门不当户不对，对吧？但是因为幸好他们都是芭比嘛，包办婚姻最重要的就是8字。然后我还会时不时拿着2个芭比娃娃亲嘴，因为我当时看电视剧嘛，就是男女主角亲嘴之后没过多久就会有小孩嘛，我就想让他俩也生一个小孩。然后有一天我拿着2个娃娃亲嘴的时候，我妈就看到了，她就问我，她说你在干嘛？我说我想让他俩生小孩。我妈说这样生不了小孩的。我说妈妈，那孩子是怎么来的？我妈就犹豫了很久，最后我觉得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孩子是这样的，是一个男生遇到了一个女生，然后他们相爱了，决定结婚，就像爸爸和妈妈，然后孩子就是他俩有一天晚上一起从垃圾桶捡的。但虽然我父母没有教我什么生理教育的知识啊，不过初中学会上网之后呢，该学的和不该学的我都在网上学到了，甚至可以教父母一些。所以我觉得父母还是得教孩子一点生理知识，因为你不教，网上有的是人教。而且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也会在网上播嘛，我也可以教。就小朋友们，孩子不是从垃圾桶捡来的，他们是锅贴贴来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讲到这里真的开心。好了，菜菜的锁票倒计时，再次掌声送给菜菜。我个人是喜欢前半段，就是讲到那个小孩说去那个什么不孕不育医院，包括那个国体。但后半段因为讲到 Barbie， 对我来说可能有一点点这样隔了一层文化连接感。还有他后面讲到，就是我们从小对于生理卫生知识没有那么的熟悉跟了解，这个是没有改变过的。但是他讲的那个说爸妈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那个感觉，我听过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学过这些，小的时候。我小时候看电视里面放电影，老公跟太太两人说：“亲爱的，咱们要个孩子吧。”然后画面啪就黑了，第二天过2天小孩就有了。我说哇，这个台词很神奇，不能随便讲。说话就来了。对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，它对我来说相当于你爸妈跟你讲我们从垃圾桶里捡的，很有趣，但也很荒谬。我以为前面最起码进点相对可爱的小笑话，然后在后边再来那种狠一点的东西，因为菜菜有很多特别可爱的点，把一些相对重一点的话题啊，或者说深一点的，能用你最好的那种方式找到你那个点再爆出来，我觉得就更好了。谢谢老师。来，我们想听一下鸟鸟老师。我听到第2段有一个疑问，因为我听的时候会感觉你讲的时候有一点犹豫，然后会感觉有点想具体的小词儿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因为词儿可能有点不熟，而且就是我其实也一直在担心说国体啊什么的，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，所以我其实讲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自信的讲出来。我觉得确实有时候表演状态也特别重要，就如果你自己很坚定的相信的话，就大不了剪掉，你知道吗？观众就会相对放松一点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请2组的4位全部来到舞台。来了，我跟你们站在一起算了，不要高喊了。我们3个在一起吧。高安，是不是因为太欠了？跟姐姐多聊点天啊。小丽和菜菜他们分别获得的票数是。不是怪我吧？啊，怎么可能？不是你的原因啊！小丽和小高519，哀口不菜376。恭喜小丽和小高的2位晋级到下一赛段。
很好，200，其实应该290了。没有，哪有那么好？我俩早就说了，最不想选的就是菜菜和 Echo，剩下就我们2组。我不想选到 Echo 唱一下。我也不想。选择子浩跟 Seven。造化弄人呐！那你们组内商量一下谁对谁。你俩选吧。我跟他俩关系挺好，根本没得选。你们现在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？我们相处少，而且我们都是彼此尊重的那种。你哪知道我尊重你呢？给高寒的尊重也不能太多，我就怕他消化不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的？叫什么？近则不逊，远则怨。哦，好像是《论语》里的吧？就是说这种小人，你要跟他近的话，他就蹬鼻子上脸；你要跟他疏远了的话，他就不乐意。好像有这句话，但我觉得你不是这种人。我只是觉得，那能让你看出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尊重给多了，他有点欠儿。这轮比赛中，你的队友对你有哪些帮助？帮助就是我知道有他，我能演的安心。我觉得他的帮助就是，我之前有发稿子给他，然后他第2天就发了10几条信息，挨着给我改段子里面的，给我加梗。我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？一个备忘录的作用。因为我有时候有点糊里糊涂的，我改的时候就把有些很好的东西删了。他说这儿你咋能删了呢？然后赶紧给我加。他说你等一下，你不能走，你再把其他的拿来，我一个一个给你对，看有没有删掉好的有意义的东西。这点挺好的。你们更加了解彼此了吗？他的形象是很稳定的，就一直跟任何人他都是展现就是真实的自己。但我更了解他了，其实我觉得他挺真诚而且善良。这啥词儿啊？都这跟我有啥关系？你是不是捧我？为了捧我煞费苦心。爱口不猜的2位要在等待区等待。我内心里面希望你可以拿很高的票啊，辜负了你的期待。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吗？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好洋气啊，然后后面就发现哦，蛮装的。我第一次见菜菜，我感觉他好像刻意的想要把自己隐藏掉的感觉，但是一上节目就成为焦点。如果就是女生真的来月经的时候阴气重的话，那职场的阴气会不会很重啊？做梦如果是个女的，那个金箍就会变成2个，做成钢圈内衣，齐天大圣的秘密。他好地狱，对吧？但大家也别怪他啊，反正他妈也不爱他。菜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的文稿，他想的东西，一方面是有逻辑、有结构，一方面他也不会舍弃掉自己天马行空的一些想象。我们家有4个孩子，大姐、二姐，我还有我弟弟。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，你们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喜欢女儿的。你的风格到底是极简风还是后面有风？那么重要的部位露出来，你们不要命了？香妃，朕来啦！我很羡慕他一点，就是他面对镜头的时候很自如。妒忌，嫉妒。他说他喜欢看谁的书啊，他跟我说了，我也会悄悄的收藏，然后去看，然后争取超过他。一点小竞争，一点小嫉妒，又很欣赏。当对方真正的获得成功，心里面还是会为他感觉到由衷的高兴吧。你们在一起会做什么？互相吐槽，互相讲一些小秘密，一起玩一些很幼稚的东西。I'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。不能耽误他。我是对我的内容很自信哈。被谁问了？你是夏天，因为你很热烈啊，你很璀璨，你的光芒很耀眼。秋天酝酿出了很多东西，我觉得你还是挺丰富的。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。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。那牵个手吧。真实的朋友，然后一起闯关。